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我们今天就来好好聊聊一个你我都一定有过，但却很少甚至不敢拿出来谈的一种情绪——羞耻感。我们要透过一位非常厉害的研究者布蕊尼·布朗博士，他一场改变了无数人生命的 TED 演讲，来搞懂这个看不见的强大力量，到底是怎么在我们背后默默地影响我们的人生。OK， 我们先来看这句话。这句话是布朗博士在2012年给完他第一场后来红遍全世界的 TED 演讲之后，跟他朋友说的。当时他真的吓坏了，那种感觉他形容就像在全世界面前脱光光一样。你想想看，他是一个学者，一个研究者，结果却在台上分享自己最脆弱、最不堪的研究经历，甚至还有一张投影片，上面就斗大2个字写着“崩溃”。他当下就觉得完蛋了，我的人生毁了，真的超级后悔。他把这种感觉取了一个很传神的名字，叫做脆弱后遗症 （Vulnerability Hangover）。就像宿醉一样，是你在非常诚实敞开自己之后，那种排山倒海而来的强烈不舒服跟懊悔。他甚至还开玩笑说，他真的有认真考虑要不要摸黑潜入主办单位，把演讲的录影带偷出来直接销毁。结果呢？那场他觉得会毁掉他人生的演讲，你猜猜看，最后有多少人看？不是他担心的2000，而是超过4000万。对，你没听错，是4000万，而且这个数字到现在还在一直往上加。他当初害怕到躲在家里整整3天不敢出门，结果这场演讲不但没毁掉他，反而让他一夕成名，成为全球最有名的脆弱感专家。这个超级巨大的反差不仅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也让他对脆弱跟羞耻这2个主题有了更深刻也更急迫的理解。他意识到，原来有一部分的自己其实一直在努力的让自己保持渺小，想办法躲在雷达底下，因为太害怕被看见，太害怕被别人指指点点。而这个害怕的源头，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核心。好，为了把这个超级复杂的情绪给拆解清楚，我们今天的路线图长这样。我们会先从布朗博士的亲身经历脆弱后遗症开始聊起，然后我们要一起来重新定义到底什么是脆弱，接着我们就要勇敢的直面真正的敌人羞耻感。再来我们会看看社会文化是怎么为男生和女生写下完全不同的羞耻剧本。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找到解药跟重回人生竞技场的勇气。好，我们一步一步来。好，第一部分，脆弱后遗症，这是一种非常具体的感受。布朗博士形容，演讲完隔天醒来，那感觉是他人生中最糟糕的一次宿醉。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3天，不敢看 email， 不敢接电话。他脑中不断重播演讲的画面，一直想着，我怎么会在一张投影片上写崩溃，然后给500个陌生人看？我是不是讲得太用力，太情绪化了？台下那些学者会不会觉得我很不专业？这种在你展现脆弱之后排山倒海而来的后悔、恐惧跟自我怀疑，就是脆弱后遗症的核心。这个痛苦的经验让布朗博士有了个惊人的发现。他意识到，虽然他嘴巴上常常抱怨说我的研究成果都没人看见，没办法推广，但其实在他内心深处有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一直在精心策划，让自己保持渺小。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因为站出去就代表你可能会被批评、被误解、被当成箭靶。我想问问正在看影片的你有没有过类似的经验？可能是一个你觉得超棒的点子，但你怕被同事或老板打枪，所以在会议上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或者一份你梦寐以求的工作，但你怕自己不够格，履历改了又改，就是迟迟不敢投出去。那股把你往后拉，在你耳边说算了啦，不要冒险，当初鸵鸟没好下场的力量，其实就是我们对脆弱的恐惧在搞鬼。OK， 那正是因为这段超痛苦的脆弱后遗症经历，才让布朗博士重新去审视脆弱这个概念，并且得到了他的第一个也是最颠覆性的重大洞见。这个洞见呢，直接挑战了我们整个社会根深蒂固的一个迷思。我们继续看下去。我想请你现在诚实地问问自己这个问题：当你听到脆弱这2个字，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会马上联想到软弱、无能，需要被保护？布朗博士在演讲现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都举手了。在我们的文化里，
脆弱几乎就是软弱的同义词。但是重点来了，他接着问了第二个问题：在过去这一周，当你看到某个人在你面前展现出脆弱时，你是否觉得那是无比的勇气？结果所有人都点头。这不是很奇怪吗？对吧？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就觉得是弱点，但看到别人这么做，我们又觉得哇，这超有勇气的。这个巨大的矛盾就揭露了我们对脆弱的巨大误解。所以布朗博士给了脆弱一个全新的定义。他说，脆弱不是软弱，它是情绪的风险，是敞开，是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他下了这个结论：脆弱是我们测量勇气最精准的指标。每一次我们选择诚实，比方说第一次跟喜欢的人告白，或是跟老板要求加薪，那种心脏快要跳出来，你完全无法保证结果的感觉，那个就是脆弱，也就是勇气的展现。不是说我们要克服了恐惧才变得勇敢，不是，而是在我们感到恐惧的当下，仍然选择脆弱，那一刻我们就是最勇敢。接下来这点超级重要，布朗博士发现，所有我们渴望的美好事物，它们的源头都是脆弱。你看这张投影片上的清单：创新、创造力、信任、人跟人之间深刻的连接，它们的共通点是什么？就是全部都需要冒险，都需要面对不确定性。他举了一个超有趣的例子，自从他演讲爆红之后，很多大公司都来找他演讲，然后电话里都这样说：布朗博士，我们超爱你的演讲，我们公司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创新跟改变，但是你来的时候可以不要提到脆弱或羞耻这两个词吗？这真的超级讽刺，对吧？这就好像说我想要游泳，但我身体不想弄湿，这是不可能的嘛。一个不允许失败，不允许员工展现脆弱，开会时没人敢说真话的团队，是绝对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的。好的，当我们理解了脆弱其实是勇气的展现之后，下一个问题就来了。那为什么我们打从心底这么害怕脆弱？到底是什么东西在阻止我们勇敢？答案就是这一节的主角——羞耻感。布朗博士说，要真正的理解脆弱，我们必须先走进心理学家荣格所说的灵魂的沼泽，去好好认识羞耻感这个真正的敌人。在演讲爆红，被大家封为脆弱女王之后，布朗博士其实一度想抛弃过去研究羞耻感那段黑历史，毕竟那是一个又沉重又没人想听的主题。但他很快就意识到，他之所以能理解脆弱、勇气跟创新的关系，正是因为他花了6年时间泡在羞耻感的研究里。他想起一句家训 ：“You've got to dance with the one who brung you”， 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忘本。对他来说，那个根本就是羞耻感，他必须回去带领大家一起认识它。好，现在这张投影片可以说是今天整集最核心的一张，请大家一定要专心听，甚至可以截图下来。布朗博士强调，我们必须分清楚罪恶感和羞耻感这两个东西天差地远。我们先看左边。罪恶感，它的焦点是行为，它的内心独白是：我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比方说，我忘了朋友生日，我会觉得很内疚，下次我会记得补偿他。所以，罪恶感是有适应性的，它虽然不舒服，但会驱使我们去修正行为，变得更好。当我们再来看右边的羞耻感，它的焦点完全不同，它攻击的是自我，它的内心独白是：我这个人很糟糕。羞耻感不是我做错事，而是我就是个错误。这种感觉是毁灭性的，是让人麻痹的。所以你看最后一栏，羞耻感跟忧郁、成瘾、暴力、霸凌、自杀等等所有负面的问题，都呈现高度正相关。简单总结一下，罪恶感让我们成长，而羞耻感则会摧毁我。了解了羞耻感的破坏力之后，我们还要知道一个更复杂的面向。羞耻感虽然是人类共通的情绪，但触发它的规则就常常被社会的性别期待所绑架。简单来说，社会用不同的标准为男性和女性量身打造了不同的羞耻感脚本。我们先来看女性。布朗博士说，对女性而言，羞耻感就像一张由各种互相矛盾、根本不可能达成的期望所织成的网，是一件让人无法呼吸的紧身衣。你看这几点，我们慢慢来看。你要把所有事都做好，家庭、工作都要兼顾，而且不只要做，还要做得完美。最变态的是第3点，你还不能让人看出来你很累，你很辛苦，要永远看起来毫不费力。
除此之外，你还要保持和善、苗条、谦虚，并且要用尽所有心力跟金钱在你的外表上。这些要求本身就充满了矛盾，根本就是互相打架。一个追求事业成功的女性，可能被人家说不够顾家；一个专注家庭的女性，又可能被说没有自我。这种无所不在、永无止境的审视，让女性活在一种永远不可能赢的表演里面。那男性呢？跟女性那张复杂的网不一样。布朗博士发现，男性的羞耻感脚本可以浓缩成一条非常简单却无比沉重的戒律，那就是绝对不能被视为软弱。这几个字几乎就定义了传统男性气概的所有枷锁。永远要控制情绪，工作永远是第一位，要不断追求更高的地位。这在我们的文化里真的再熟悉不过了，对吧？我们常说的面子问题，还有那句“男人有泪不轻弹”，背后的核心其实都是对被看穿软弱的极度恐惧。布朗博士分享，有位男士曾经跟他说：“你叫我们要脆弱，要说出自己的故事，但我的太太跟女儿们，他们宁愿我死在我的白马战袍上，也不想看到我倒下来的样子。”这句话让他很震惊，他才发现，对男性来说，展现脆弱的风险可能更高，因为整个社会，甚至包含他们身边最亲近的人，都可能不允许他们这么做。好的，我们剖析了这么多问题的根源，现在最重要的部分来了，解决方案。既然知道了敌人是谁，我们到底该如何反击？如何找到重新走进人生竞技场的勇气？要打败敌人，就要先知道他的弱点。布朗博士说，羞耻感这东西就像培养皿里的霉菌，它需要3个东西才能疯狂生长，那就是秘密、沉默和论断。他最喜欢在我们耳边悄悄地说，只有你这样了，你一定有问题。他想办法把我们孤立起来，让我们把痛苦藏在心里，不敢对任何人说，然后在黑暗中用各种自我论断的声音攻击我们，你这没用，你活该。只要我们继续保持沉默，守着这个秘密，羞耻感就会越来越强大。既然羞耻感在黑暗中滋长，那它的解药是什么？答案很简单，就是光。布朗博士说，羞耻感的万能解药就是同理心。如果你把同样的羞耻感倒进一个充满同理心的培养皿里面，它就无法存活。当我们鼓起勇气，把我们的挣扎告诉一个我们信任的人，而对方没有批评，没有论断，只是很温柔地看着我们，然后说出那2个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字，我也是 Me too。 在那一刻，秘密被打破了，沈默被终结了，论断被同理心给取代了，羞耻感瞬间就失去了它的力量，因为我们终于知道我们并不孤单。同理心是解药，而这段话则是我们行动的号角。这是美国前总统老罗斯福一段非常有名的演说，叫做《竞技场上的人》。它的核心精神就是，人生的功劳不属于那些站在场边指指点点说风凉话的批评者，而是属于那个即使害怕，即使可能会失败，却依然选择走进场内，放胆去做 daring greatly 的人。而这又带出了最深刻也最残酷的真相。当我们站在竞技场的门口，准备要走进去尝试的时候，那个在我们脑中响起最尖酸刻薄的声音，通常是谁？那个说着“你还不够好，你以为你是谁啊”的声音，99%的情况下，就是我们自己。羞耻感就是我们内心最大的批评者，它会轮流播放2卷录音带。第一卷是“你永远不够好”，如果你不受影响，他就马上播放第2卷，你算老几？所以走进竞技场，不仅是要面对外在的挑战，更是要面对内心那个由羞耻感驱动的自我批评。所以今天的分析到最后，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你：你的竞技场在哪里？是在你的工作中那个你一直想争取的专案或升迁吗？是在你的人际关系里那段你渴望修复却又害怕开口的对话吗？还是在你的个人生活中那个你一直想启动却迟迟没有开始的梦想？我们都渴望等到自己刀枪不入、完美无缺的那一天，再风风光光地走进竞技场。但真相是，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世界需要的不是完美的你，而是一个愿意带着不完美、带着脆弱、真实地走进场内的你。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脆弱不是软弱，它是我们测量勇气最精准的指标，也是创新与连结的发源地。第二，一定要分清楚羞耻感和罪恶感，前者攻击自我，具有毁灭性；
后者针对行为，帮助我们成长。第三，羞耻感在秘密、沉默和论断中滋长，而它的终极解药是同理心。当我们能分享自己的脆弱，并对他人报以同理，我们就能战胜羞耻感，放胆去做。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